那些每天飞来飞去，想尽办法要叮你的蚊子，它们都很聪明。除了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，它们也会透过改变自己的基因来产生抵抗力，对抗这一些灭蚊药还有蚊油。意思就是呢，蚊子会渐渐不再害怕那一些普通的杀虫剂。那今天这集的关我屁事呢，就来跟大家谈谈，如果我们把某一个细菌放到了蚊子的体内，来解决骨痛热症的问题，这样会不会是一个好办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卡卡。今天关我屁事的一开始呢，我们就先来了解马来西亚骨痛热症的情况。来看卫生部 iDengue 网站的数据，我国截至今年7月5日，一共通报了14142宗的骨痛热症，其中雪兰莪最严重，第二是吉隆坡，然后是柔佛，全国累积9人死亡。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呢，柔佛68%的骨痛热症病例来自新山。为了解决问题，当局决定透过培植带有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，然后释放到空中，用以蚊治蚊的方式来控制有害蚊子的数量。沃尔巴克氏菌是一种大自然中常见的微生物，寄生在很多的昆虫身上，可以保护宿主不受到骨痛热症病毒的侵害。但是呢，也会有可能缩短这个昆虫的寿命。科学家们发现，如果把这一种细菌放进蚊子体内，将会影响它的繁殖能力。如果雄蚊带有沃尔巴克氏菌，它跟雌蚊交配后产下的卵呢，比较不容易孵化，或者是在成熟之后咬人之前呢，就会先死亡。如果雌蚊带有这一种细菌的话呢，它就会产下带有沃尔巴克氏菌的下一代。因此呢，大量释放这种蚊子将会有效地控制蚊子的数量，让它们变得比较无害，或者是不育，来减少蚊子的疾病。目前呢，全世界有超过10个国家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哦，包括新加坡和印尼都开始了相关的试验。英国 BBC 呢，在6月11号的时候就报道，印尼花了3年的时间来培育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，并在社区内释放，成功的让骨痛热症病例减少了77%。其实我国雪兰莪在2017年就已经率先开跑，并在2019年7月开始将以蚊治蚊的计划扩展到全国19个地区。根据2020年相比2019年的数据，这一个方法呢，也成功让骨痛热症的病例减少了28.98%，也就是35539宗。不过呢，因为政府没有大肆的宣传，所以其实好像很多民众都对这一个做法依然是很陌生的。现阶段来看呢，这一个计划的确是降低了骨痛热症的好方法，也可以有效的阻止其他蚊媒疾病的传播，包括这一个塞卡病毒，还有鸡孔啃咬蚊症。不过呢，也有人认为这一种改造蚊子基因的做法，长期来看的话，会不会取代现在有的蚊子种群，进而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呢？这样的结果其实我们还是不得而知的。尽管科学家呢一再表示，这样其实不会对人和环境造成影响，但是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就担心，大规模的释放这一些基因改造的蚊子，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杂交的野蚊子，不只是会对杀虫剂的抵抗力更强，也会加剧蚊媒疾病的传播。其实环保人士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在20世纪面对蚊子传播的疟疾还有黄热病的时候呢，我们人们采取了大规模的卫生计划，广泛大量的使用了一种强力新型的杀虫剂 DDT，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？当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一个是最好的方法，对环境也没有害。直到美国生物学家 Rachel Carson 出版了这一本《极静的春天》，才揭露了 DDT 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，像是导致野生动物，尤其是食肉性的鸟类死亡，还有增加了我们人类患癌的几率。全球多国才开始陆续的禁用 DDT。如今看回这个以蚊治蚊的方法，有没有可能它也是存在着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的巨大影响跟风险呢？但是根据大马医药研究院的说法呢，沃尔巴克氏菌蚊子它其实不属于基因改造，而是归类为生物控制，不会用来抑制蚊子的种群，要大家放心。对于沃尔巴克氏菌蚊子是基因改造还是生物控制，您怎么看呢？针对这个课题我国其实从2012年开始就有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，相关试验呢也执行了2年多，但是长期的成效还在观察中。
我们团队呢就认为，无论计划到哪一个阶段，其实政府都有必要一直保持公开，持续的去理清我们民众的质疑。毕竟我们人民是有权利知道这一些试验所有正面还是负面的结果，而不是等到万一事态严重的话才公布可能我们会面临的风险。更何况，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一个试验的社区里面。总而言之呢，大家现在在对抗 COVID-19 疫情的时候呢，同时我们也要预防骨痛热症。根据统计，全球每一年现在最多高达4亿人感染了骨痛热症，严重的话也会因此赔上性命。因此呢，大家除了定期的要去清除住家周围的积水区，像是雨后啊，要多注意空花盆、瓶子或者水桶里的水，没有用到的话就倒过来存放或者把它盖好，也不要随地丢垃圾，避免成为这些黑斑纹繁殖的温床。最后呢，想问大家的是，世界上有各种的生物基因改造的例子，那你觉得我们用这个沃尔巴克氏菌来控制黑斑纹的数量，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对于这个方法，你支持吗？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关注我们嘎嘎叫叫的频道，也可以分享给更多人一起关心国内外的环境议题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